我做居家照顾15年，亲手送走100多位老人家。所以以下这些话你可以不信，但我拜托你听我讲完。人到晚年最好的归宿，从来不是哪一间盖得多气派的养老院，这话不是我编的，是一位杨师傅用他人生最后那2个月一寸一寸讲给我听的。他的儿女把他送进半山腰上，1个月要48000元，有花园有专人照顾的顶级安养中心，那个条件好到我们整条巷子都羡慕。可才短短2个月，本来走起路来虎虎生风的80岁，杨师傅瘦到我单手就能抱得动。他从早到晚不肯讲一句话，直到那天下午，他忽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腕，用最后一点力气凑到我耳边讲了一句话。那句话我记到今天，一辈子都忘不了。要讲这个故事，得从2年前说起。那时候我第一次接到杨师傅这个案子，长照中心给我的资料上写着几行冷冰冰的字：80岁男性丧偶，独居子女在外县市，日常生活功能评估。我看了心里就有底了，又是一个被丢在老厝里没人理会的孤单老人。这种长辈我看太多了。屋里暗暗的饭桌上永远摆着一副碗筷，电视从早开到晚也没人看，人坐在那里，眼睛却像蒙了一层灰。那天傍晚，我第一次踏进他那条巷子，彰化市区里一条窄窄的巷子，两旁全是几十年的透天厝。杨师傅家在巷子中段，骑楼底下坐着一个老人家。他坐在一张矮矮的，看起来有些年头的木头凳子上，那凳子被擦得发亮，他就那样坐着，不看电视，不滑手机，手里也没拿东西，就是静静看着巷子口，像在等什么人。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一直拖到我脚边。我心里叹了一声，想果然又是一个等无人的孤单老人。后来我才知道，我那声叹错的有多离谱。我走过去自我介绍说，我是长照派来的居服员，姓陈，你叫我秋兰就好，以后每个礼拜会来帮你打扫参量血压。他抬起头看我，那眼神一点也不灰，反而很亮，像还在打量一块木头该怎么下刀。他站起来，腰杆挺得直直的请我进屋。一进门我就愣住了，那不是我想巷里那种暗暗脏脏死气沉沉的独居老人的家。屋子不大，可是每样东西都摆得整整齐齐，而且满屋子都是木头的香气。一张八仙桌，4条长板凳，一个碗橱，一个神明桌，靠墙还立着一整排椅子。那些家具不是买来的，是做出来的榫头，咬得严丝合缝，边边角角都磨得圆润。我伸手摸了一下，滑得像小孩子的脸。这些都是您做的？我问他，他嗯了一声，不太爱讲话，可是嘴角藏着一点点得意。他指了指墙上一张发黄的老照片，照片里一个年轻人系着围裙，站在满地的刨花中间，身后是一个还没做好的大衣橱。少年时代我做木工的。他说，我这才知道我面前这个独居老人在这条巷子里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大家都叫他杨师傅。接下来那几个礼拜我算是开了眼界。我本以为独居老人的家应该是安安静静门可罗雀的，杨师傅家不是。我在的时候隔3差5就有人来敲门。今天是隔壁太太端来一碗刚炒好的米粉，师傅你尝尝咸淡。明天是巷口干仔店的往事书，搬来一张摇摇晃晃的椅子。师傅我这一脚松了，你得闲帮我看看。后天是一个开着车路过的中年人，特地停下来拎2盒凤梨酥。师傅你还记得我吗？我阿爸那套嫁妆家具就是你做的。杨师傅话不多，可是每一个人来了，他都放下手边的事，慢慢的认真的帮人家看。脚松了，他就搬出那一箱工具，叮叮咚咚敲一阵，上一点胶，再卡紧桌子有裂缝。他摸一摸，说这个要等急不得。有一回我忍不住问他，师傅你都80了，还帮人修这些不累吗？他手里正抱着一小块木头，头也不抬，讲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他说，人活不能没有事情做，一把椅子放着不做，很快就松了垮了。人也是一样。那时候我只当是老人家随口讲的话，后来我才慢慢明白，那是他这一辈子活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巷子口那间土地公庙里头供着的那张神桌，就是他30几岁的时候一刨一凿做出来的。做了3个月，分文不取。庙里的人跟我说，那张桌子40几年了，连一根钉子都没松过。这整条街的人家，谁家娶媳妇，谁家嫁女儿，那套红棉床，那个梳妆台，一大半都出自杨师傅的手。
他还带过徒弟，最有出息的一个叫阿国，如今自己在工业区开了一间家具厂，请了20几个员工。阿国跟我讲过，他15岁去给杨师傅当学徒，笨手笨脚，头一天就刨坏了一整块上好的桧木，吓得直发抖，以为要挨打。杨师傅没打，只是捡起那块废木料，叹口气说，料坏了可以再买，手废了一辈子慢慢来。你看，在这条巷子里，杨师傅不是那个可怜的独居老人，他是一个被记得的人，一个还被需要的人，一个坐在骑楼底下，谁经过都要喊他一声师傅的宝贝。命我做居服这么多年，看过太多长辈，身边明明有子女，有钱住得好好的，却活得像一座孤岛，而杨师傅一个人住，却活得像一棵老榕树，底下永远有人乘凉。那时候我还不懂，这中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真正让我看懂那张矮凳的是杨师傅的老伴阿桃。有一天我帮他整理房间，在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看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梳着2条辫子的年轻女人，笑的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我问是谁，杨师傅接过照片，用大拇指很轻很轻的擦了擦上面的灰，擦得比擦他任何一件家具都还要小心。我太太阿桃走了6年了，那天她难得讲了很多话，说她年轻的时候四处到人家里做工，常常一去就是10天半个月，做木工的工地在哪儿，人就住哪，每次要回家天都黑了。可是不管她多晚才到巷子口，远远的就看得到骑楼底下有一个人影，坐在一张矮凳上等她。那张矮凳就是现在她天天坐着的那一张，是她亲手做给阿桃的。她说阿桃个子小，坐一般的椅子脚会悬空不舒服，他就给他做了张矮的刚刚好。阿桃就坐在那张凳子上，等了他几十年。他晚归，阿桃就把饭菜温在灶上，那时候还没有电锅，是用大灶，听到他脚踏车的铃声才起身去盛饭。阿桃走了以后，杨师傅就接过了那张凳子，每天傍晚他就坐在骑楼底下，坐在阿桃坐了几十年的那张矮凳上。我这才明白，他哪里是在等无人，他是在替阿桃继续守着这个家门口。他坐在那儿不是孤单，是他还有一个位置，心里还有一个人，还有一整条巷子的人会经过，会喊他，会需要他。那张矮凳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我一直以为杨师傅会这样平平静静的，在他的巷子里，在他的骑楼下，一直到老，是他儿女先打破的。杨师傅有2个孩子，大的是儿子杨志明，在新竹科学园区做工程师，听说薪水很高，可是忙得脚不沾地，一年难得回来几次。小的是女儿杨淑芬，住台中嫁了人，自己也有一双儿女要顾。我第一次见到淑芬是一个礼拜天，她开车回来，一进门眉头就皱着。她不是坏人，我看得出来她是真的在紧张她爸。她一进门就东摸西摸，看到厨房那个大铜电锅插头没拔，里头的饭已经馊了，看到浴室地板湿湿的没铺防滑垫，看到杨师傅手背上有一块乌青，追问之下才知道是前几天搬木头不小心撞的。淑芬的脸一阵一阵白。那天晚上她把我拉到骑楼底下，压低声音讲话，秋兰姐，拜托你老实跟我讲，我爸一个人住到底安不安全？我能怎么讲？我能讲的只有实话。80岁的人一个人住当然有风险，瓦斯跌倒，半夜身体不舒服，没人知道，这些都是真的。我看到淑芬的眼眶红了。上个月我一个同事的妈妈一个人在屋里跌倒，就躺在浴室地上躺了整整2天。等发现的时候，人已经他讲不下去了。我不能再让我爸这样一个人住了，我不能等到那一天。那一刻我心里很清楚，淑芬不是不孝，她是太怕了，怕到已经开始替他爸做一个为他好的决定。接下来那2、3个月，淑芬回来的次数变多了，每次回来都带着一点新的证据。这回是隔壁邻居蒋师傅半夜起来上厕所，差点滑倒。那回是杨师傅忘了自己有没有吃过药。他把这一件一件记在手机里，像在准备什么。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准备说服哥哥，也在准备说服他自己。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来了一件事，把整件事推得更快。巷子口那一排间的透天厝被建商买走了，听说要多盖大楼，建商的人一家一家来敲门，问大家要不要一起卖。轮到杨师傅这一栋，建商开的价连房子带地2000多万。志明专程从新竹回来了一趟，那天晚上兄妹俩还有杨师傅坐在那张八仙桌前，
我刚好在收拾东西，听到了一些。志明的算盘打得很清楚，房子卖了2000多万，拿一部分送爸爸去住一间最好的安养中心，剩下的兄妹分一分，也能各自减轻一点负担。他讲得很有道理。爸，你想想看，那间松涛园，我去看过了，半山腰，有花园，有医生，有护士，3餐有人煮，有人打扫，你什么都不用烦。你一个人住在这栋老房子里，楼梯又陡，万一有什么事，我们在外地赶都赶不回来，这是为你好。志明说。淑芬在旁边一直点头，眼睛红红的。爸，我们真的是为你好。我在一旁大气都不敢喘。杨师傅一直没讲话，就坐在那儿，一只手慢慢的摸着那张八仙桌的桌面，那张他自己做的，用了几10年的桌子，摸了很久很久。然后他讲了一句，这错是我一根柱子起的，你阿母是在这个门口等我，等了一辈子的，我哪里都不去。可是老人家这一句我哪里都不去，在儿女的为你好面前是没什么力气的。真正压垮杨师傅的是一场火，应该说是一场差一点点的火。那天早上，杨师傅像往常一样，用那个大铜电锅炖了一锅他最爱的竹笋排骨汤。他炖汤有个习惯，喜欢炖久一点，炖到骨头都酥了。那天他炖着炖着，巷口的王师叔来找他修椅子，2个人一聊他就忘了。等他闻到焦味冲进厨房，电锅里的水早就烧干了，锅底一片焦黑，整个厨房都是烟，还好只是烧干，没有真的烧起来。他手忙脚乱去拔插头，还烫到了手。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了淑芬耳里。那天淑芬开车回来，没有像以前那样东摸西摸，她直接走到杨师傅面前，把手机拿出来，屏幕上是邻居拍的那个烧得焦黑的电锅，她的手在抖，声音也在抖。爸，如果那天烧起来的不是电锅，是整间错呢？如果你那天没有闻到那个焦味呢？我不能拿你的命去赌。说完眼泪就掉下来了。他不是在骂他，他是在求他。一个女儿就那样蹲在他80岁的父亲面前求他。爸，你就当是可怜可怜我们做子女的好不好？让我们晚上能睡得着觉好不好？你告诉我。一个父亲听到女儿讲这种话，他还能怎么样？杨师傅那双做了一辈子木工稳得像老虎钳的手，那一天我第一次看到他在抖。他闭上眼睛，过了很久很久才吐出3个字，好了，决定了，事情就快了。建商的合约签了，搬家的日子定在2个礼拜后。那2个礼拜，我眼睁睁看着杨师傅一天一天变成了另一个人，他不再修椅子了。有人来敲门，他就摆摆手说，我要搬去松涛园了，以后没法子了。他把满屋子的家具一件一件用旧报纸、旧棉被仔仔细细地包起来。志明说，老家具搬去安养中心用不上那种地方，东西都配好了，叫他别费那个工。可是杨师傅不听，他一件都舍不得丢。这是我太太的梳妆台，这是我给阿国做的第1张椅子，他后来又还给我了。这神明桌不能乱丢，要请神。最后那些家具大部分被送去阿国的工厂寄放，只有几件小的，还有那张矮凳。他说什么都要带在身边搬家。那天我特地请了假去帮忙，所有东西都搬上车了。杨师傅站在空荡荡只剩4面墙的错里站了很久，夕阳从门口照进来，照在他脚边。这间他一根柱子盖起来的错，这间阿桃在门口等了他一辈子的错，现在空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那串钥匙他摸了几10年，铜的部分都被摸得发亮了。淑芬伸出手要接，杨师傅的手停在半空中，他捏着那串钥匙捏得很紧，指节都白了。他低头看着那串钥匙，像在看一样会呼吸的活的东西。他没有交给淑芬，他把钥匙轻轻地放在门口那个他自己砌的用来放鞋子的小水泥台上，然后他转过身，一步一步走了出去，没有再回头。后来我才慢慢懂，那串钥匙不只是一串钥匙，一个人只要口袋里还揣着一把自己家的钥匙，他就还是个能回家的人，他就还做得了自己的主。钥匙一交出去，那扇门就再也不是他的门了。松涛园真的很好，我没有骗你。半山腰上空气好，有大片的落地窗，看出去是整片山景，房间干净，床是电动的，浴室有扶手，有防滑垫，一按铃就有人来。3餐是营养配膳，软硬刚刚好，连点心都有。护理人员客客气气，脸上都带着笑。淑芬每次去看都松一口气，跟他哥说，你看这里多好，
爸住在这里，我们可以放心了。单从安全这2个字来看，淑芬没有做错，真的一点都没有错。可是人不是只靠着安全活着的。杨师傅住进去以后，分到2楼，一个看得到山的房间，护理站的白板上写着他的名字和床位。可是没过多久，大家叫他不叫杨师傅，也不叫杨清河了，他们叫他23号。23号今天血压有点高，23号中午没吃完，23号来我们2个体温哦。你别怪那些护理人员，他们不是坏人，一个人要照顾好几十位老人家，记不得每个人的故事，只能记得床号。这个我懂，可是杨师傅不懂。在巷子里，他是造了半条街家具的杨师傅，是庙里那张神桌的师傅，是阿果口中我这辈子最感谢的人。在这里，他是23号，一个做了一辈子东西，被人喊了一辈子师傅的人，忽然变成了一个号码，一个被照顾的对象，一个整天坐在那等人来喂饭，等人来量血压，什么都不用做，也什么都不能做的人。淑芬看到的是3餐有人煮，不用烦。杨师傅感觉到的是，他忽然变成了一个没用的人。真正让杨师傅整个人垮下去的那件事，我是后来听护理长讲的。杨师傅那个人，你叫他坐着什么都不做，他坐不住。他住进去没几天就开始手痒。他看到交易厅那些椅子有几张螺丝松了，坐上去会咔咔响，有一张桌子的边角毛毛的没磨平，会刮到人的手。这些看在他眼里，就像看到自己脸上没洗干净，他就自己动手，从行李里翻出随身带着的几样小工具，一把小螺丝起子，一小块砂纸，一只小锉刀。他一张一张把松掉的椅子锁紧，把毛边磨平。护理人员说，他做这些的时候整个人是活的，腰杆挺得直直的，眼睛发亮，嘴里还哼着歌。有别的长辈坐过来看，他还会一边做一边讲，这个卡榫呐，不能锁死，要留一条会呼吸的缝，椅子才坐得久。可是没多久，这件事就被上头知道了。安养中心是不能让住民乱动工具的，这个我也懂。万一割到手，万一被别的长辈拿去出了事，谁负责？这是规定，是为了大家的安全，他们照规矩办事。护理长很客气地把杨师傅那几样小工具收走了。杨先生，不好意思哦，这个危险我们帮你收起来，你好好休息，什么都不用做，好不好？什么都不用做，就是这5个字。从那天起，杨师傅就不讲话了，他不再去碰那些松掉的椅子，不再哼歌，不再跟人讲什么卡榫。他就坐在窗边那张椅子上，看着窗外的山，一坐就是一整天。喂他，他吃一点不喂他就不吃，问他话他不答，他把自己也一并收了起来。你懂吗？他们收走的不是几样小工具，他们收走的是这个老人，在这个世界上最后那一点点我还有用，我还做得了点什么的证明。一把椅子放着不做，很快就松了垮了。人也是一样，杨师傅住进松涛园以后，我这个居服员自然就不用再去了。他有了24小时的照顾，用不着我。可是我心里一直挂记着，挂记了1个多月，实在放不下。有一天，我下了班一个人搭车，绕了大老远，爬上那个半山腰去看他。我在交易厅一眼就看到了他，可是我几乎认不出来了，才1个多月。那个走路虎虎生风，腰杆挺得直直的杨师傅坐在轮椅里低着头，整个人小了一圈。我蹲到他面前喊了一声，师傅，我秋兰啊。他抬起眼，那双原本亮得像在打量木头的眼睛蒙了一层灼灼的灰。他看了我好一会儿才认出来，然后他忽然一把抓住我的手腕。他那双做了一辈子活的手，如今瘦得只剩一层皮包着骨头，可是抓着我抓得好紧好紧。他凑到我耳边，用最后一点力气，一个字一个字地讲了一句话。他说，秋兰，我想回去顾我的绰，我那串钥匙你有没有看到？我整个人僵在那里。他在问他那串钥匙，那串他亲手放在斜台上交出去的钥匙。他忘了自己交出去了，他只记得他想回家，他要开门，可是他找不到他的钥匙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走下那座山的，我只记得我一路眼泪就没停过。回到巷子，我把这件事讲给了往事书听。往事书听完，一屁股坐在他店门口那张小板凳上，抹了半天眼睛。当天晚上，这件事就传遍了整条巷子。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我这一趟，我这一句话，会把整条巷子的人都带上那座半山腰。真正开始不对劲，
开始着急的其实是淑芬，她每个礼拜都去看她爸。一开始她还安慰自己，说是刚搬过去还在适应，可是1个月过去，2个月过去，她爸不但没有适应，反而一天比一天陌生。她带她爸最爱吃的竹笋排骨汤去，他看都不看一眼。他跟他讲孙子的事，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他带他去看医生，做了一堆检查。医生说身体没什么大毛病，就是适应不良，再加上一点退化。淑芬没有办法接受，她不能接受。她明明把爸爸送到了最好的地方，爸爸却像一盏正在慢慢熄掉的灯。松涛园那么好，睡得好，有人照顾，到底是缺了什么，才会从一个虎虎生风的人垮成这样？她开始睡不着，开始一趟一趟往松涛园跑，有时候1个礼拜跑3、4趟。他想找出来到底是哪里出了错。他不知道的是，答案早在他爸交出那串钥匙的那一天就已经写好了。他更不知道的是，真正让他整个人崩溃，让他连夜开车冲上半山腰的是，他在整理爸爸旧东西的时候翻出来的一本不起眼的小册子。那本小册子是杨师傅的记事本。做木工的人都有记东西的习惯，哪一家订了什么，要用什么料，什么时候交货都得记清楚。杨师傅那本记了几十年，淑芬本来是在帮爸爸整理，看哪些旧东西要留，哪些要丢。随手翻开那本册子，前面几十页都是工工整整的木工记录，画满了各种家具的草图，一笔一画精细的像图纸。可是翻到后面，笔记变了，变得抖抖的歪歪的，那是这几年阿桃走了以后才写的。后面那几页不再是订单了，有一页画着一张矮凳，就是门口那张，旁边写了一行字：阿桃。这张凳子坐面有一点凹下去了，是他做了一辈子做出来的，不能磨，磨掉就没了。有一页列了一串名字，淑芬一个都不认得，后来问了才知道是几个当年还欠着人家家具没做完，或者答应了要帮人修还没修的老主顾。杨师傅在每个名字后面都做了记号，有的打了勾，有的还空着。空着的后面他写了3个字：要还人。最后一页只有一行字，字迹抖得几乎认不出来。淑芬看着那行字，整个人愣在那里，眼泪一滴一滴砸在那本旧册子上。那行字写的是：我如果没法子顾这个错，阿桃回来找不到人会孤单。就是那一行字让淑芬连夜开车冲上了半山腰。可是那天晚上，松涛园的探视时间早就过了，他在大门口站了很久，吹了一夜的风。第二天一早，又发生了一件事，彻底把淑芬心里那道墙撞垮了。那天早上，松涛园的门口来了一群人，是巷子里的老邻居、往事叔、隔壁的太太，还有好几个杨师傅的老主顾。他们从我这里打听到了杨师傅住的地方，天没亮就起来坐了2台计程车，大老远爬上这座半山腰来看他。领头的是那个开家具厂的阿国，阿国手里捧着一件东西，是一张椅子，一张还没完全做好的椅子。阿国找到淑芬，红着眼眶跟他讲：淑芬啊，我知道你是为你阿爸好，可是我这条命是你阿爸捡回来的。我15岁没读什么书，手又笨，是你阿爸一手一脚教我才有今天。今天我听说师傅住在这里身体不好，我想说，他把那张没做完的椅子举起来。我想说，我这张椅子做到一半，有一个卡榫怎么弄都不对，我想不通。这种事全天下只有师傅教的会，我来问他，我也想让他知道，他教的东西还在有人用，这世间还有人需要他这个师傅。淑芬看着门口那一群专程爬上山来看他爸的老邻居，他忽然就懂了，他把爸爸送到了最安全、最舒适、条件最好的地方。可是在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人知道他爸爸是杨师傅，这里的人只知道他是23号。他给了爸爸最好的房子，最好的照顾，却把爸爸从一个有名有姓、被人记得、被人需要的人，变成了一个躺在最好的床上，慢慢忘记自己是谁的号码。那天阿国被带进去见杨师傅，护理人员本来还有点为难，说23号这几天状况不好，都不太理人。阿国不管那么多，他搬了张凳子坐到杨师傅面前，把那张没做完的椅子放到他手上。师傅，阿国的声音在抖，你看这个卡榫，我弄不来，你教教我好不好？杨师傅本来低着头，眼神空空的，他的手碰到那张椅子的时候动了一下，他的手指顺着那个卡榫慢慢的摸那双手，几个月没有用过，
几乎要忘记自己会做什么的手，忽然像想起了什么，他抬起头，看着阿国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慢慢的亮起来一点点光。他开口了2个多月来，他第一次开口，声音沙哑的几乎听不清。他说：“这里不能锁死，要留一条会呼吸的缝。”阿国的眼泪当场就掉了下来。淑芬站在门口，再也忍不住蹲下去，用手死死捂住嘴，哭到全身发抖。就是那一天，淑芬做了一个决定，她打电话给他哥，2个人在电话里吵了很凶的一架。她跟他哥说：“哥，我把爸送错地方了，我要带他回家。”志明在那头讲了一堆现实的问题，错已经卖了，合约签了，爸一个人在家危险，我们没办法24小时。顾淑芬只回了他一句话：“哥，我们送他去那里是为了让我们自己晚上睡得着觉，可是我们让他连白天都活不下去了。”淑芬去查了才知道，巷子口那个都更还卡在一堆手续里，真要拆，最快也是大半年以后的事。也就是说，那间错还在，还没拆。他做的第一件事是去把爸爸接出了松涛园，他做的第2件事让我到今天想起来眼眶都还会热。他带着杨师傅回到那条巷子，回到那间空荡荡的老厝门口，从皮包里拿出那串铜色被摸得发亮的钥匙。那串杨师傅放在鞋台上，他一直收着的钥匙。他把钥匙放回了杨师傅的手里：“爸，错还在，钥匙还给你，剩下的日子你要住在这里还是要去哪里，你自己做主，我们不搬了。”杨师傅捏着那串钥匙捏了很久，然后他自己一步一步走上前，把钥匙插进那个他开了几10年的锁孔，转开了门。从阿国的工厂家具一件一件又搬回来了八仙桌、长板凳、阿桃的梳妆台，还有那张矮凳。屋子里又有了木头的香气。杨师傅回家以后，长照顾重新申请了下来，我又成了他的居服员。我第1天回去，他正坐在骑楼下，坐在那张矮凳上，看到我，他没有像以前那样只是点点头，他咧开嘴笑了。他说：“秋兰，你来了，宝贝命。”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在骑楼底下背过身，偷偷擦了半天的眼泪。接下来那几个月，是杨师傅这辈子最后的一段日子，也是我看过最好的一段日子。他没有好起来，医生讲的退步是真的，他一天比一天虚，可是他活回来了。他又开始修椅子了，虽然手会抖，做得慢。老邻居又开始来串门子，阿国每个礼拜来，带着他工厂里那些想不通的问题来问师傅。我后来才知道，那些问题一大半是阿国故意想出来的，就为了让师傅觉得自己还有用，还被人需要。他又变回了杨师傅。在这条巷子里，他不是23号，他是杨师傅。杨师傅走的那天是一个傍晚，那阵子他已经很虚了，大半时间都在睡。可是那天下午，他忽然精神好了一点，跟我说他想去门口坐坐。我扶着他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到骑楼底下，我把那张矮凳搬出来，放在他坐了几10年的老位置上。他坐下去，夕阳正好把整条巷子照得金黄。那天他讲了很多话，跟我讲阿桃年轻的时候多漂亮，讲他做的第1张桌子，讲庙里那张神桌。他讲着讲着，眼睛一直望着巷子口。他忽然跟我说：“秋兰，你知道吗？人最后不是怕死。”我问那是怕什么？他说是怕自己变成一个没有人需要的人，是怕活到最后连一个还记得你叫什么名字的人都没有。他停了一下又说：“我这辈子很好命，我有一间自己一根柱子起的错，我有一群还肯叫我一声师傅的人，这样就够了。”夕阳慢慢的沉下去，巷子口往事叔收了摊，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师傅，天黑了，进去了。”杨师傅举起手挥了挥，像是回应又像是道别。我进去帮他倒一杯温水，等我端着水走出来的时候，杨师傅还坐在那张矮凳上，头微微靠在骑楼的柱子上，脸朝着巷子口的方向。他的脸上很平静，嘴角还带着一点点笑，就好像他等的那个人终于从巷子口回来了，就好像阿桃终于从那个他守了6年的门口回来接他了。我手里那杯水还是温的。杨师傅的告别式来了很多人，整条巷子的人几乎都来了，土地公庙的人也来了。他们说师傅做的那张神桌会一直供在庙里，只要庙在，就有人记得他。淑芬跟志明站在人群里，听着一个又一个人红着眼眶讲他们跟杨师傅的故事。有人说他小时候的书桌是师傅做的，
有人说他结婚的棉床是师傅做的。阿国说他这辈子最感谢的人就是师傅。志明后来跟我讲了一句话：秋兰姐，那天我才明白，我阿爸不是一个需要被我们处理的问题，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是我们差一点点把他变成了一个可怜的老人。淑芬没有讲话，他只是把那张矮凳还有那本记事本收了起来，带回他台中的家。他跟我说他要把那张矮凳摆在他家门口，他说我要天天看到他，提醒我自己以后不要再自作聪明，替我爸妈安排一个他们根本不想要的好。杨师傅走了以后，我常常想起他。我做居家照顾15年，送走100多位长辈，我看过住着豪宅，请着2个外籍看护，儿孙满堂，却活得像座孤岛，最后一个人在冷气房里走掉的。我也看过像杨师傅这样，一间老厝，一张矮凳，却活到最后一刻都被人记得，被人需要的。我一直在想，这中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是杨师傅用他最后那2个月把答案一寸一寸讲给我听的。人到晚年最好的归宿，从来不是哪一间盖得多好，花多少钱的养老院，是2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一个你还做得了主的地方，它不一定要多大，可能只是一个房间，一把揣在你口袋里的钥匙，一笔谁都动不了的你自己的钱。重点不是那个地方值多少钱，是在那个地方你说了算，是你决定几点吃饭，几点睡觉，是你决定要不要修那张椅子，是你决定今天要不要坐在门口看夕阳。你看杨师傅，他被送进那么好的地方，为什么会垮掉？就是因为在那里他什么都做不了主了。人家跟他讲你什么都不用做，听起来是福气，其实是把一个人最后那一点我还能决定我自己的力气给收走了。所以我拜托你做子女的，听我一句劝，不要因为为爸妈好，就急着把他们的房子，他们的钱通通拿过来，替他们安排得妥妥当当。你留给他们的不只是一个住的地方，是一份我这条命还是我自己做主的尊严。也拜托你做爸妈的，房子也好，棺材本也好，不要太早就通通交出去，你手上一定要留一把自己家的钥匙。你可以跟孩子讲，错我住到100年过户的事，等我走了再说。这不是不信任孩子，这是替自己留下一条会呼吸的路。判断这个地方对不对，你就问自己一句话，在这个地方是我说了算，还是别人替我做主？第二个地方是在一群还把你当人，不是当负担的人当中，这个地方不一定是养老院，也不一定是你儿女的家。这是杨师傅教我最深的一课。你以为老了最靠得住的是儿女，不一定。杨师傅的儿女不是不孝，他们很孝顺，肯砸大钱，一片好心。可是在他们眼里，爸爸有一阵子变成了一个要处理的问题，一个让他们睡不着觉的风险。真正把杨师傅当人看的是那一群天没亮就爬上半山腰去看他的老邻居，是那个故意想出一堆问题，只为了让他觉得自己还有用的阿国。在那群人当中，他不是23号，不是一个病人，不是一个负担，他是杨师傅。他们记得他年轻的样子，记得他做的每一张桌子，记得他这个人。所以趁你现在还走得动，请你好好去经营几个不是图你的钱，不是图你的房子，而是真心跟你来往的人，守住你的老邻居，你的老朋友，你庙口的那几个老伙伴，保住一个让你觉得我还帮得上别人的忙的位置。判断这个地方好不好，你别只问这里安不安全，舒不舒服，你要问一句，在这个地方我是被当成一个人，还是被当成一个麻烦？这2个地方，一个让你还做得了主，一个让你还被人当人，才是人到晚年真正的归宿。房子会拆，钱会花完，养老院再好，说到底也不过是一张床。可是我还做得了主的那份骨气，和还有人记得我，需要我的那份温暖，那个才是你到老唯一带得走的东西。我知道做子女的听到这里会觉得委屈，我拼死拼活赚钱给你，请最好的看护，住最好的地方，怎么还不对？我做这一行15年，今天替好多把话憋在心里，不敢跟子女开口的长辈讲一句他们放在心底讲不出口的话。孩子啊，我不是要你花多少钱，我不是非得住多好，我只是不想变成你们的一个麻烦。我只是想在我还有一口气的时候，还能替你们做点什么，还能听到有人叫一声爸，叫一声妈，
而不是叫我那个老人几号床。你们把我照顾得好好的，可是你们好久好久没有真正坐下来，好好跟我讲话了。如果你的爸妈还在，如果他们还做得动，今晚别只是问他们宝贝没，钱够不够，你坐下来听他们讲一讲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些你从没听过的故事，让他们知道在你心里，他们不是一个要处理的问题，他们是你的爸，你的妈，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淑芬跟我说，那张矮凳她摆在台中家门口了。她说有时候傍晚她会看到她自己的妈妈，她的婆婆坐在那张凳子上晒太阳，她忽然就懂了。她爸当年坐在那张凳子上等的到底是什么？不是在等谁回来，是在守着一个还有人会回来找他，还有人记得他的位置。所以今晚我想请你做一件很小的事，如果你的爸妈还在，拿起电话打给他们，别问钱，别只问身体，你就问一句，爸妈，你那间错，那些老朋友还好吗？然后你就听他们讲，如果你自己就是那个上了年纪的人，那我拜托你从今天起握紧你手上那把钥匙，守住你那几个真心的老朋友，别急着把自己交出去，钥匙千万别太早交出去。最后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到现在都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如果你是淑芬，你80岁的爸爸一个人住在那间又老又旧、楼梯又陡的错里，你会像他一开始那样，不管他愿不愿意，也要把他送去最安全的地方吗？还是你会像他最后那样，就算冒着风险，也让他留在那个他做得主了的家？我甚至知道一定会有人说，说不定杨师傅要是一直留在松涛园，反而能多活2-3年，安全还是尊严，多活几年还是活得像个人。这两个真的好难好难。留言告诉我你会怎么选，也跟我讲一讲，你家里有没有像杨师傅这样的长辈，他的晚年过得好不好，他有没有这2个地方？如果这个故事让你想起了谁，请你把它转给那个人。这个频道晚年说，就是想替我们这一代，还有我们爸妈那一代，把那些憋在心里讲不出口的话讲出来。杨师傅那杯还没来得及喝的温水，我记了2年，我只希望你听完会记得，趁着还来得及握紧钥匙，也握紧那几只还叫得出你名字的温热的手。